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美国提前放出了一个消息，就是准备和印度呢，在离中印边境不远的地方吧，准备搞一个军事演习啊。实际上呢，就作为美方他是想早早的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美国是支持印度在中印边境制造麻烦、制造矛盾的可以向印度就是它的主要是陆军提供相应的武器装备。其实呢，有的人看到这一点之后就说你看这个印度呢又想在中国的边境上闹事儿、惹事儿炫耀武力这样又会使中印边境呢局势紧张起来。其实呢，这是美国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国际军事比赛2022这个主要的场地呢还是在俄罗斯这个俄罗斯为主我们中国也参加了，包括印度也参加了，有几十个国家，37个国家参加这样的军事比赛当然，我们中国一般参加的时候呢，是使用我们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比如说你的坦克他们主要使用 T72就是俄罗斯生产的你比如说伊朗印度俄罗斯白俄罗斯，他们都使用这样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使用是国产的就中国制造的这样的坦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场地呢也比较多，虽然以俄罗斯为主，但是你看这个水面舰艇的这些比武呢，就是在我们中国的青岛举行所以它场地也不一样有的人说，那美国和印度在这个中印边境上，它是军事演习，而我们现在参加的是国际军事比赛。但是你从国际军事比赛这个角度来看，在很多的比赛的过程中，可以检验你武器装备的性能，可以看到你就是这个官兵的素质。比如说我们过去举行过这种军事比赛，主要是指坦克装甲车这样的比赛，当时是在武汉举行的那么有很多情况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比如说当时武汉的天气很热，那么一个非洲国家的这个代表队全都中暑了。当时那个军官就扇这个参加比赛的那些官兵的那个嘴巴，就想给他们打醒，但是也不行，因为人中暑了，他不是一个自己能控制的就是自己已经控制不了这种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就是大家就可能觉得，这个非洲比中国要热得多呀，它是热带，我们是北温带，怎么它就中暑了呢？因为在武汉呢，它这个湿度非常大，不是温度高不算嘛，它湿度非常大，它这样一来呢，人就容易中暑，它就不适应这种气候环境。而当时呢，俄罗斯的这个官兵反而没有中暑，按说他是这个寒区应该是对热更不适应，但是他却就是能够在这种环境中参加比赛。而且他看到中国队的成绩以后就是坦克你开在越障还有比如说规避这些，比如说坑洼呀，或者是躲避这个弹坑的时候吧，那你的速度还要快。他看到中国队的成绩，他要拿冠军呢，所以他把这个坦克开得跟那个赛车似的。因为坦克它这个减震性能是并不太好的因为它毕竟是作战的平台，它不是为了让你舒服的，像高级轿车，它的这个减震性能并不是很好，但是它开起来就跟赛车一样，所以最后可能把这个俄罗斯官兵的这个腰都可能，我担心他是搞坏了。但是呢，他起码这种精神就是看他不服输。当然就是我们到这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进行海军陆战队的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也给我们耍赖。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两栖的运兵车或者装甲车，实际上就是在从登陆舰里面出来的时候，登陆的这过程中，比他们的那个就是装甲车的速度要快，而且呢是一边在水上航行的过程中，还一边可以开火开炮打击目标，这个装备性能比他们好，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就赢了。他是本场他也怕输所以下一个科目就在陆地上寻找目标的时候，比如说15秒钟要打5个目标，那应该3秒钟出现一个目标，3秒钟也打一个目标，那3、5、15，你可以15秒钟打5个目标。结果呢，出现什么情况呢？这个俄罗斯
他们的这些官兵，就是他的坦克装甲车啊，这个射手在3秒钟之内，他就会发现一个靶子，他就可以打。那么打得准不准，咱们不说。但我们海军陆战队就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射手啊，环顾360度四周，3秒钟没有出现靶子，5秒钟还没有出现靶子，第6秒钟的时候了，才出现了一个靶子。这样你一下就被对手甩开了，因为你6秒钟才发现一个靶子，人家不把靶子拿出来，你打什么呀？对不对？所以呢，你这个环节是必输无疑了。但是我们讲，就是这个毕竟是赛场，它不是战场，在战场上那是公平的，那没有一个你什么时候举靶的问题，那谁先出来，那就谁先开枪那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通过就是这种军事比赛也能够看到，就是俄罗斯它现在它并不完全像美国或者北约说的那样就没有进攻之力了，没有把军事行动持续下去的这种冗余了，不是这样的。他现在还在积极的拓展和其他国家的军事上的这种交往，虽然是国际军事比赛这种形式吧，但是他要通过这样的比赛形式来展现俄罗斯武器装备的性能，来显示俄罗斯呢还和这些国家的军队呢有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的关系。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